大家好，这里是旭日梦。今天呢，来做2026年8月份最新的模组推荐。首先7月份是 ModCon 活动举办的时间。这届 P 社 ModCon 关于这个 CK3 的重磅消息那可不少。首先一定要提的，那肯定是这个万众瞩目的大型模组龙腾世纪了。终于正式发布了。中文的宣传片可以在哔哩哔哩搜索 PDX_ModCon 官方，或者点击视频跳转链接观看。龙腾世纪这个 IP 怎么说呢？就算没接触过，想必也一定有所耳闻。英语好的小伙伴现在就可以订阅试玩了，英语不太好的小伙伴也大可不必着急因为中文本地化模组也在加班加点的翻译校对，相信要不了多久之后，大家就能玩到中文本地化的龙腾世纪模组了。第二款随着 ModCon 正式宣布问世的大型模组是领东王，中文宣传片一样是可以搜索 PDX_ModCon 官方，或者点击视频跳转链接观看。这款模组背靠的 IP 那就更权威了亚瑟王三部曲。主线战役从公元749年一直延续到10世纪，内容包含但不限于昂萨人入侵、至尊王机制、罗马复辟事件、6世纪危机等等。与龙腾世纪的区别在于，领东王的汉化已经100%达成，并且发布到创意工坊了。因为呢，有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名叫伊恩的本地化作者提前潜伏进了制作组参与了内测，搞到了英文的本地化文件1个月之前就立项开始做中文本地化工作了。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即刻订阅本体加本地化模组开始玩了。第三款在 ModCon 宣布发行的大型模组是泰隆诸王时代，宣传片依然是可以点击视频跳转链接观看这款模组呢，与前两款依托于成熟大 IP 的模组不同，泰隆诸王时代的背景是一个完全原创的奇幻世界。我简单介绍一下吧。故事发生在艾内西亚多拉大陆，在先知皇帝泰隆建立的泰隆帝国崩溃了100多年之后，这片大陆迎来了最为动荡的时代。昔日帝国核心的黄金群岛上，领主与邪教徒正在帝国的废墟上疯狂抢夺遗产。北方的费里亚地区爆发了瘟疫，感染者都变成了无意识的食人鬼。人们为了逃难都去了这个宗教迫害严重的圣富岭。主基调呢，则是分裂后的三国在争夺泰隆帝国的合法继承权。而泰隆帝国真正的合法继承人，也就是泰隆人皇还活着这段就很像魔戒了。帝国边境精灵们和奴隶贩的势力也在试图入侵帝国最辉煌的走向，那应该就是扮演这个泰隆皇帝的遗子站出来，带领帝国抵御圣富岭、精灵和奴隶贩的三股势力，然后一统江山，恢复泰隆盛世光景。本地化目前进度无限趋近于0%。这款模组的优先级低了一些，不过也是立了项了所以说迟早会翻译完的。另外就是这个背景呢，我个人还是挺感兴趣的，之后我有空会去帮忙翻译一下总之大家静候佳音吧。好了，进入日常的模组推荐环节。7月份一共发布了557款模组，包含前3款的话，本期一共16款。赛亚人入侵没错，就是龙珠里的那个赛亚人游戏开局10年之后呢，会有一支赛亚人军团降临地球。模组首先包含了一套血统与尾巴系统纯种赛亚人加健康的尾巴，那就是最强的。血统被稀释并且在战斗中断了尾的赛亚人，那就是最弱的。不过弱也是赛亚人比一般的中世纪人类要强很多。还有就是有一个越战越强的设定，赛亚人如果能够从重伤濒死状态中挺过来，那么就会获得永久的战斗力加成。大家感兴趣的可以订阅玩玩看。天命1444这款模组添加了1444开局，这个时间节点选的可以说是非常的好了，因为欧陆风云4的游戏开局那就是1444。我在想这个模组给 EU4 玩家用来上手 CK3 对不对是不是个不错的想法。日落入侵，没错，日落入侵就是那个日落入侵阿兹特克帝国反向入侵欧洲的日落入侵。而且这个模组还不是简单的刷几支军团，而是非常完整的一整套机制，你可以进贡和臣服，赢得帝国恩宠，也换得美洲豹骑士军团和缔结和平之类的还可以接受奇美美克难民或者其他的美洲幸存者，又或者是联合其他势力共同抵抗阿兹特克等等，建议大家试试看。
和平条约啊，这个就很有意思了。结束战争不再是简单的 yes or no 了，现在可以上谈判桌协商了。割地赔钱成为附属或者裁军等等非常多选择啊，可玩性可以说是上升了一大截。不过真实的实际体验如何，就要大家亲自试试了。这个模组订阅之后呢，阴谋玩起来就很爽了，一共新增了9个可以成长升级的阴谋特质啊，有的呢是靠睡别人老婆升级，有的是靠杀人升级，有的是靠绑架升级啊。等级高了之后还可以触发这个斯德哥尔摩后群症啊，绑谁谁就会成为你的朋友。据作者所说呢，这个模组100%兼容其他模组，大家可以试试看。海战啊，没错啊，海战模组来了。我记得今年早些时候啊，有不少人猜测26年的机票会出海战啊，落空啊，但没关系啊，模组补上了3种基础舰船、运输、桨帆和高潜。这一套有点耳熟啊，看截图的话，这个舰船啊，好像还有 HOI 那个射击坦克那样系统啊，那这个我一定是要试试看的，大家感兴趣的也一定试试看。这款模组的作者大家一定不陌生啊，那就是可汗 Rise 的作者。这次的小模组包含了历史长河中消逝的6种佛教派别，以及一些全新的教义啊。本体和 Rise 呢完美兼容，发布时间较晚，但是一定会翻译的，等待就好了。相信大家在玩4.3时候呢，都有想过一个点，那就是为什么继承人什么事儿都不干，在玩家扮演继承人之前，孩子就每天待在宫廷里，然后这个坐等继位啊，毫无存在感，有时候一不留神还会染上一堆这个坏习惯。订阅模组之后呢，会新增一个活动，你可以带着孩子出去旅游啊，不是巡视领地了。路上遇到各种事件啊，还可以放手让继承人自己决断，提前培养他的统治能力。模组功能就一句话，允许在属灵宗教的大圣战期间建立额外的公国啊。举个例子，十字军的目标是耶路撒冷，而你想要安条克，于是你就领军攻下了整个安条克公国。结果呢，当然是战争结束，十字军只占领了目标耶路撒冷土地，你的安条克之梦破碎了。订阅模组之后呢，十字军结束，你就能够在占据安条克公国情况下拥有安条克公国了。这一集我说神了，有人懂吗？离婚时配偶分割走一半金钱和部分土地啊，功能就这么简单，但真的很有活。作者描述里只说了这个博公王离婚的情况，那我在想，那霸权呢，对吧？大唐天子将皇后赶出宫门，然后直接就南北朝划江而治吗？大家在扮演大帝国的皇帝，特别是行政制的拜占庭或者是庞大的封建帝国时，一定有体验过这个封臣指令这个功能啊，也一定被这个疑似手点的重复操作折磨过。几十甚至上百个封臣，你就必须一个个点一个下达指令。而这款模组呢，直接允许你一键设置了啊，大大减少了这个重复劳动和时间成本。宋朝分隔地图啊，真是天才想法。作者说是受到了米勒投影和宋代雨地图的启发，以明代上色和标注的风格制作出了这款地图样式啊，非常的美丽啊，很漂亮啊，推荐大家试试看。这个模组其实就是一个功能啊，就是能够给你的家族定制一套这个外观基因，比如你选择金发白肤红色瞳孔1.8米尖下巴高鼻梁，那么整个家族就都这样了。支系家族还可以另外设定一套基因啊，具体的概率可以在规则里设置啊，这我真得试试了啊。好了，到这里呢，这视频就结束了。如果对您有所帮助，请务必3连关注。这里是旭日梦，我们下期见。